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逛的博物馆都在这附近。他们都是北欧生活的日本，我已经是看过几了，就是后面那种很大很大。看到瓦萨博物馆了。瓦萨号是整个欧洲保留最完整的17世纪的船，毕竟它航行没有多久就沉了。当然，还有一些部分原因是因为波罗的海的海水咸度比例，造就说它虽然在海底沉睡了333年，但木头也没有朽坏得很严重。船首的雕刻是历代的罗马皇帝，那年代的话是由船前至船后依序下来。那这一面的罗马皇帝掉了几个，另外一面的话会比较完整一点。影片中有强调2处，那现在这个的话是罗马的战士，他右手原本握着一柄剑，那脚边的狮子跟狗代表着强者对弱者的宽宏。毛架下的波兰贵族呈现着匍匐的姿态，因为当时还跟瑞典处于战事状态，所以姿态比较屈服。这个是船头的雕像，一只狮子，然后持有瓦萨王族的家徽。整个船头都是船员大小便的地方，那一格一格的都是，然后你也不用去清洗，因为海水过来怎样就会冲刷掉。他们做了一个模型，还原当初瓦萨号还有颜色的样子，包括刚刚前面船头的雕像也都是还原过的，所以原本那一个还在船头，只是它就没有颜色。看得出来17世纪的船都是很华丽的，超夸张。看，这些都是瓦萨号颜料的来源。瓦萨号在1628年8月10号处女航的时候驶往海军驻地，因为微风使它没办法保持平衡而倾覆，这就是当时打捞瓦萨号一些重要资产的潜水衣。你会看到它限制很多，而且深度最多就是30公尺而已。直到1950年，海军考古学家重新找到了瓦萨号沉船的位置，并以这一件全新的潜水衣在1961年的时候完整打捞它。这是欧洲在17世纪的尸矿分布。瓦萨号真的很巨大，你看它的舱室有3个，哥德堡号只有2个。它的舱位一个是给皇帝，一个是给高级船员，另外一个应该是给船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国王古斯塔夫2世其实只有在船厂的时候有登上过瓦萨而已。那瓦萨号究竟为什么会沉船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造船技术其实并没有那么熟稔，不论是原物料或者是技术人员都很仰赖国外的进口。第二个原因就是瓦萨号太过于高大笨重，因为当时古斯塔夫2世想要以瓦萨号然后展现他的国威，因此瓦萨号非常之华丽，造成当时的压舱石配比没有配好，最终瓦萨号因为一阵微风没办法使自己维持平衡而倾覆。你们看看这个船尾，再加上64门的重型大炮，而且平均分布在3层楼，导致他当时倾覆的时候，海水直接从炮口涌入，别人说怎么救都很难救回来。瓦萨号的承载人数其实很高，但当时只有150人在船上，然后30人死亡，包括了船上唯2的2名女性。瓦萨号沉船的第一时间，大家其实就是抢救这个加仑炮，因为船里面它最贵。然后你看这个炮弹超重，2只手是搬不起来的。目前创建以来，他们只打了2通电话。Alltså var det inte studion så var det intervjuer, så var det fotosessioner, så var det möte i sticka.
En de melodierna. Så det är mycket tidsfram för den som inte känner för det. Det kan ju bli precis vad som helst. Sen får man liksom ta ställning till alla galna. Korea 嘛，不过 Sing your favorite song to Polar Star with。阿爸来找第5个成员，你要成为第5个成员吗？你成为，我不要成为。不要，不要成为，他看到我们。我们是第5个成员。你要确保我用我的调音台。要歌词啊！不对，我们应该找另外2个，然后凑4个。对于把什么都不留恋，我们这是怎么做算什么够？我。I've been cheated by you since I got away. So I made up my mind it must come to an end. 他摆那个跑，然后在那边他刚刚扭的大力。他是男版的我。好剧本。说不定是20分。我被锁在里面。You're so talented, man. Jävlar, det var det sista som är rakt.